好，我是 June， 欢迎你回到 Soul of the Day， 和我一起开心打造。那今天呢，我们要用新鲜的芦荟做芦荟洗颜皂。那今天这个影片呢，已经来到我们草药系列里面的第4集。那前面3个草药皂影片，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待会可以去播放列表里面寻找。我有专门开一个草药系列的播放列表，方便你们寻找和观看。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芦荟的功效。芦荟具有抗菌、抗氧化，还有促进肌肤修复的功效。如果你是不小心烫伤，或是去海边玩的时候晒伤肌肤，又或是有时我们煮饭不小心被刀切到一些小伤口，都可以用芦荟胶涂在皮肤上，因为它可以帮助伤口愈合。那芦荟也是可以口服的，它有帮助改善便秘，还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可是呢，这个孕妇就不适合使用，所以呢这一点要注意哦。那我们今天就要使用芦荟来做洗颜皂，因为芦荟除了刚才提到那些清热解毒帮助伤口愈合的功效以外，它还是一个非常棒的天然美容草药，可以美白保湿，还有让你的皮肤变得水嫩有弹性。那我们现在先去摘芦荟，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我家可爱的狗。我现在要去摘那个芦荟。看，我家有种这个是秋葵，还没有长出来。我家的狗，然后在这里。那今天我们要摘这个芦荟来做皂。旁边这里还有这个薄荷，这个薄荷呢，平时我们拿来煮菜的时候也可以放一点进去，像是炒那个茄子的时候放一点进去炒，很好吃。不过我们家主要是用来煮擂茶。好，现在我们要摘的就是这一颗芦荟，这个树挡着，这个我家种了大概有2年了所以算是蛮大颗的。你看这个掰刀比较好一些，因为如果不小心从这边掰断的话，它就会流那个汁出来，像是这个就掰到断在这边。如果你可以连它的皮，就是整个皮一起剥下来的话呢，它的汁就不会流出来，滴得到处都是。我还是会有点黄黄的看这个黄黄的东西弄到皮肤会痒所以我要去洗手。好，这里有3片，应该是够了吧？如果不够的话，我待会再回来剥好了。先这样哦。那现在呢，我们来清洗一下这个芦荟把那个泥土洗掉，还有你在拔这个芦荟的时候它这里可能会有一些黄黄的汁液，也可以顺便把它先洗掉。然后你们在处理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它这边旁边有一个尖尖的刺要小心。那我们现在来处理它旁边这里这个尖尖的部位全部切掉。这个地方也要切掉。然后把它分几段切开。那这个尾的部分有点难处理呢，我就会直接丢掉，这个部分就不要了。然后这些呢，我们就要拿去浸泡在水里10分钟。我们先让它浸泡10分钟。那现在呢，已经经过10分钟了，大家可以看这个水的颜色其实有点黄黄的，能看到吗？
带黄色的这个水质。这是因为啊，这个芦荟啊，它有大黄素。那这个大黄素呢，如果你皮肤是有过敏的话呢，碰到的话可能会引起过敏。所以如果你是皮肤特别敏感的人，可以戴着手套去处理哦。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水倒掉。那如果要安心的话，我们可以再泡一次。好，那现在呢，我再泡一个10分钟。好，现在呢已经过了第2次的10分钟，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呢，明显比刚才上一次哦干净很多。现在我们把这个水倒掉。那我们现在来处理，把这个皮切掉。那如果你觉得用刀来切会蛮危险的话，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第1层的皮先削掉。OK， 然后呢，就用汤匙把这个肉刮出来也可以，这样呢就会比较安全一些。这样也可以哦。那这个是处理好的果肉，可以用过滤水再清洗1-2遍。这个呢就是处理好的芦荟果肉，现在我们要把它打成芦荟汁。我一共使用了3片芦荟，那经过处理以后呢，现在还剩下大约250克的果肉，不需要加水哦，直接把它打成芦荟汁就行了。拿去冰箱结冰。我们先来溶碱，记得在做菜过程中要戴上护目镜和手套，做好防护。打开风扇和窗户，避免吸入气体。在溶碱时，氢氧化钠要慢慢的1小匙1小匙的放，融化完后再放另一匙，不要一次过全放。虽然现在这个芦荟冰已经完全融化了，可是我还会继续再搅拌2分钟，以确保所有的氢氧化钠都有融化。碱液倒入油里的时候，记得还要再过筛一次。然后把这些渣丢掉。使用打蛋器搅拌均匀后，再使用电动搅拌器开始打造。把皂液打至 light trace， 然后加入精油。记得要把精油搅拌均匀。那我们今天做的是素皂，所以把皂液打得浓稠一些再入模也是 OK 的。可以继续使用电动搅拌器多打几下。
我在48小时后脱模，可是在脱模的时候，我发现肥皂有点软，角落的部分有点变形。那关于这个部分，我会在影片后面再仔细的说一说，所以你们记得要看到最后。肥皂切完之后，中间的部分还有点软，所以我是第2天才盖皂章的。这个皂章是马来西亚本地设计师所设计的，它的名字叫做 Soapy。我还蛮喜欢他们家的皂章，我自己就有好几个，价格公道，品质也很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它的 Shopee 或者是 Facebook Page 去找它。那我这次制作这个芦荟皂呢，是在48小时后脱模的。那我在脱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有点软，所以它的角落就有点变形。可是现在呢，就没有那么软了啦，因为我已经切了好几天了，它已经接触到空气几天了，所以现在就没有那么软了。可是在我脱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点软的。那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又可以如何去改善它。那今天导致这个肥皂比较软的原因呢，主要有2个。那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使用了芦荟。其实有一些添加物或者是有一些材料啊，是会导致肥皂偏软或者是偏硬的。例如蜂蜜啊，或是芦荟啊，你加入肥皂以后，它就会造成肥皂稍微软一些。可是如果你是加盐的话，那你的肥皂做出来就会硬一些。所以呢，当我们使用一些添加物啊或是材料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到这一点。那第2个原因就是芦荟渣，它吸收了一些碱液，那最后我们把这个渣丢掉了嘛，所以呢，变成我们今天这个肥皂里面是少了好几克的碱液的，这样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肥皂偏软。像我们在做肥皂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不小心放到过碱，也就是氢氧化钠放多了，这个情况下我们做出来的肥皂是会很硬的，就是会松膏，我们在切的时候会碎裂。可是相反的，如果我们不小心放少了碱液，就是氢氧化钠放少了，那做出来的肥皂就会偏软。那要如何改善这个问题呢？我一共有4个方法想要分享给你们。第一就是不要做超支，因为我今天这个配方里面呢是有做超支的。那待会你们去看我配方的时候呢，你们可以选择忽略那个超支的部分，你们可以选择不要做 ，OK？ 那如果你是不知道什么是超支的话，可以回去看这个影片，我在这次影片里面有详细的解说什么是超支。那第2个方法呢，就是可以降低水量。那我今天这个配方是使用2倍的水量，那你们可以降低去 1.8 或者 1.5 倍都可以。那第3个方法呢，就是增加硬油的比例。我今天这个配方使用的是 45% 的硬油，那你们可以增加到去 50% 或者是 55% 都可以。可是如果你要更改我配方的话，请你一定要重新计算皂化价。如果你只是去掉超支或者是降低水量的话，是不需要重新计算皂化价的。可是，一旦你有更改这个油脂的使用比例，你就一定要重新计算皂化价。所以，如果你是不会计算皂化价的话，请你不要更改我的配方，就照着我的配方做就好。那第4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在脱模前先放去冰箱冷藏40分钟。或者1个小时，然后再拿出来脱。那这时啊，肥皂会变得稍微比较硬，那你就赶快脱。脱完以后啊，你的肥皂可能会产生水汽啊，就会湿湿的嘛。那你先不要碰它，让它放在桌面上自然晾干。几个小时后，你再去切皂。这样就行了。那今天这个手工皂配方呢，我会把我原本的手工皂配方分享给你们。这个配方的链接呢，就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里，你们待会可以去看。那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做任何更改的话，你再自行去做更改。那其实啊，现在这个肥皂因为已经切了好几天嘛，已经接触到空气了，而且一部分的水分也已经蒸发出来了，所以其实这个肥皂呢，现在已经没有那么软了。在凉皂4到6周以后呢，它其实就不会那么软了。我刚才提供你们那4个方法，是为了给你们避免在脱模的时候因为太软而变形。OK， 因为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脱模脱到很丑啊，
软软啊，或者变形嘛，所以我就提供你们刚才那4个方法来改善脱模的时候会变形的问题。那虽然今天这个肥皂叫做芦荟洗颜皂，可是如果你要用在身体上也是可以的，只是我在设计这个配方时候呢，主要是要用在脸上，所以它是倾向于温和保湿的，清洁力没那么强。可是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是干燥的干性皮肤，那你要用在脸和身体都可以，只是如果你只是用在洗脸啊，那它就比较耐用哦。那如果你是用在脸加身体，那它消耗的速度就会比较快。那我们总结一下，如果你想要避免这个芦荟皂在脱模的时候因为太软而变形，那你可以试下这4个方法。第一，不要做超湿；第二，降低水量；第三，增加印油的比例，可是就要重新计算皂化价。第四，在脱模前先放入冰箱冷藏40分钟至1个小时，拿出来以后再脱模。那下期影片呢，我们要做左手香皂，刚好我家里也是有种左手香，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呢就来做左手香皂。刚好啊，在上一期影片啊，也是有人留言啊，想要看左手香皂。那如果你有想要看的草药皂影片，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如果有适合的题材，我就会采用来制作成影片。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请记得给我点个赞，还有订我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草药皂影片了。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影片见。